我叫魏远，作为一个穿越者，我原本打算在大周一场报复，结果谁知道？娘子，相公我回来了，嘿嘿，都怪那个昏君，不然怎么会耽搁我和娘子鸳鸯浴呢？什么人胆敢擅闯皇宫？娘子，你干嘛？不对啊，朕明明在宫里修炼功法，怎么跑到这儿了？这不是朕前几天才钦点的状元魏远吗？难道朕伤了他妻子的身？这功法果然有弊。哦，娘子，原来你在玩 cosplay 呀！陛下恕罪，请恕微臣无礼了。啊，娘子，疼！主线任务开启，系统空间已开启。这狗系统怎么发任务晚不发任务？这个时候发任务，主线任务到底是什么呀？狗系统，赶紧给我送回去，老子年终奖还没领呢。宿主别担心嘛，系统届时会给宿主发布任务的，宿主只要完成任务，我们就可以回去啦。我肯定担心啊，你毕竟是他人的身体，认错了也不能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朕也不想违身于他。娘子，你说你 cos 谁不好，你非得 cos 那个狗皇帝？狗皇帝可不就是狗皇帝吗？蠢皇帝，天天只知道修仙，什么都不管，国情不管，赈灾不管，灾民不管，哼，还有那群蠢大臣。检测到宿主有生命危险。娘子，对了，宿主，完成任务期间可千万不要死哦。娘子，你干什么呀？朝堂大事本来就是交给大臣们判决，然后再给殿下进行判决。国库空虚，不能怪殿下吧？只能说这次灾情确实困难。难个屁！你有办法？只要把赈灾款换成米糠，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喽？荒唐！谁要是真这么干了，我大周脸面何在？娘子，在你眼里，那灾民算人吗？他们最需要的是活下去，为了活下去，他们什么都愿意吃，观音土、树皮、米糠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东西。1斤大米换10斤米糠，那可是10倍，就可以救10条人命。哎，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，我不信哪个贪官会贪米糠。这倒勉强算个办法。娘子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朕的良心不痛。嘿，娘子，你这戏演得越来越逼真了。哎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微臣就要请出大黄鞭喽。魏远，庶子魏远，传朕口谕，将新科状元魏远立刻斩首示众。陛下，罪名是？魏师兄，你这办法真的能解决赈灾粮不足的问题吗？办法倒是有，就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。哎，有了，把粮食换成米糠，用1斤米换10斤糠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多 easy 啊！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不过好像是可行的。我可不是爱听你炫耀的。开启支线任务，称霸荆州府。称霸荆州府？冲啊！啊！该怎么称霸荆州府呢？笑！以我们这种世家大族，都对此束手无策。你一个寒门出身的小状元，也敢大言不惭？我要是说我有办法呢？陆大人，大家都是同僚，何必意气相争？同僚？呸！他也配！小陈啊，你我都是4世3公的，何必与这刘海小子厮混在一起？莫非你们是想组成刘海兄弟？陆师兄，我觉得魏师兄的办法可以一试。哟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什么办法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宁啊，这不就是一个好机会？
办法我已经告诉陈师弟了，如果这方法可行，以后你见到我就给我行大礼，敢吗？罪名。算了，先留他一条狗命，先试试他说的，到时候如果没用，再斩不迟。圣上口谕，阿免礼。各位同僚，赈灾粮的事情解决了，圣上下达口谕，将赈灾粮换成米糠，分发给灾民。哎，魏师兄，圣上居然跟你想的一样。哦，魏老弟想到了什么？不瞒大人，就在大人宣读圣上口谕之前，魏师兄就跟我说过这个办法。不错，识君之路，当分君之忧。可是，厉大人，此举可有损我大周国威啊！国威重要还是灾民重要啊？说得好，陛下陛下也说了，是我们身居高位久了，锦衣玉食惯了，忘记对灾民来说，管你是大米还是米糠，只要能活下去，那都是好东西。可是个毛可是！哎，你是不是质疑陛下？你胡说！陛下英明神武，属下怎敢质疑？天狗！那陆师兄，以后见到魏师兄要行大礼喽！你对。看样子还白捡了一个小弟，支线任务进行的蛮顺利的嘛。但是这主线任务，夫君，快起床了，该去当值了。再睡会儿，再睡会儿。大郎该吃药了。大郎，回去告诉燕王，此次行动5大世家必定支持。夫君，你总算是起来了。娘子，你以后 cos 谁都行，别 cos 潘金莲，还有那个女皇帝。你是不是外面有人啊？我什么时候 cos 过殿下？那天你明明就……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你不是外面有人了，就是喜欢陛下。我怎么可能喜欢那个女昏君啊？我只喜欢你一个。对了，这次那个女昏君的灾民政策居然和我不谋而合，不过她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隐患。夫君，你这话题转的未免也太生硬了吧？那我们就来点不生硬的。这功法为何始终不对？陛下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一些灾民对朝廷用米糠赈灾之事感到不满，在居中闹事，各州府闹得都很凶。魏远，娘子，今天 cos 的是花魁啊。师兄，如今京城滞留了几10万灾民，我听说还有人聚小山林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师弟，其实还有办法。事情闹大了，还不赶紧回家躲着，还在这里大放阙词。陆大人，你嘴有味儿。以米糠代大米也是陛下的主意，师兄只是想法与陛下不谋而合而已。某人让我行大礼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想的。其实以糠代米确实是个办法，只不过也只是暂时的。还在为自己找借口。如今祸事已起，还敢危言耸听，我这就上书陛下，你就等着下大狱吧。夫君，你要是被下了大狱，妾身可怎么办啊？傻瓜，夫君要是下了大狱，那夫君会带着你去牢里做对苦命鸳鸯。夫君就会打趣奴家。对了，夫君，你今天不是说要让我尝尝什么火锅？哦，对了，我都忘了。走，咱们吃火锅去。娘子，你看，这是夫君为你准备的火锅。庶子无礼，敢对朕不敬！娘子，你怎么又玩上 cosplay 了？你玩之前跟我说一声嘛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魏远，朕上身了，为什么明明试了1天都不行，现在却成功了？莫非这其中有什么规律？算了，正事要紧。相公，听说最近有很多灾民，项目可有解决之法？哎呀，为夫刚好有一镇国良策，说来听听。你要听？朕要听。那不得有所表示？好了，就4个大字：以工代赈。以工代赈？来尝尝，你来。你说
大周有这么多富商和世家，让他们捐钱修工程，修堤岸，修河坝，修书院。到时候让灾民去工作，然后管2餐，发点工钱。时间一久了，工程也有了，灾民的问题也解决了。哼，你这不是要让陛下当暴君吗？始皇帝是暴君吗？史书上说，修建阿房宫和皇陵，皆是他自己一人意愿。可别忘了，万里长城可是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确实如此。可是最近国库空虚，连赈灾2款都供应不及。大周养了那么多肥羊，是时候该宰了。大不了宰完之后可快扁就完了。还能这么干？你说这是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？以后遇到此事都可以效仿此法，这算不算一个镇国良策呀？媳妇儿，你说我方法也说了，酒也喝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嘿了呀？这口东西借酒占便宜呢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反正这是夏季节，又不是我的身体。不行，这可是朕的灵魂，朕是大周天子，怎么可以受此屈辱？杨子，其实我老惨了。媳妇儿，我为你作诗一首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无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哈哈哈哈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媳妇儿，我做的诗好不好听啊？呵呵。这么看，还蛮帅气的。看来这要3天才能上一次身，并且只有朕能上身。好，来人，朕要宣布新政。我临头了，咱们荆州府摊上天大的麻烦了，你们俩快辞官跑路吧。厉大人，怎么了？你别急啊，坐下慢慢说。哎呀，今天陛下宣布了以工代赈的新政，还要咱们去落实，这哪是落实，分明是催命啊！以工代赈，这岂不是与魏师兄的想法不谋而合？怎么了？难道你也想到了这个主意？哎，你们还是年轻啊！你可知如今灾民事大，早已有人落草为寇，拥兵自重，落实怎么落实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某些人的好主意可是导致整个荆州府陷入危机。我要是你，陆师兄，你就不要说风凉话了。真出事儿，咱们谁也跑不掉。出来混是要有实力、有背景的。陛下的雷霆之怒是不可能降到我们5大氏族的头上。不过某些人可就惨喽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会很惨？怎么，你又有新主意了？你要是能解决，老子给你磕10个响头。陛下的新政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背后蠢蠢欲动的这些人。右相大人，陛下最近准备重整朝纲，励精图治。那属下要不要背地里使点手段，下点绊子？不必。可襄阳王那里怕是不好交代呀。现在还是陛下当政。小的这就吩咐下去，积极配合荆州府行事。禀陛下，皇城司回报，荆州城外的山匪大多数与襄阳王有关。二叔还真是急不可耐，朕不过才休息了2年，他们就这么按耐不住了。好啊，那就让朕看看，当初被亚父收拾的宛如过街老鼠的叔伯们，到底有多少能耐。言传令下去，让荆州通判魏远带领荆州府兵出城剿匪，7日内平定匪患。是。宿主现在的级别只能请得起校尉，人物有韩信、夏侯惇、花木兰。哎，等，你说的这些校尉都是将军级别的吧？宿主现在还只能率领府兵，请不起将军。哎，那你说那个花木兰是我想那个花木兰吧？哎呀，宿主你就别做春秋大梦啦。
那行，那就花木兰了，我信她的名字。宿主加油！校尉花木兰见过大人。哼，果然是个女人。没想到大人也是重男轻女之辈。若大人觉得木兰无法胜任，木兰就此告辞。哎，别，我相信你。大人真的相信我吗？嗨，我信你的名字。哦，花校尉，不知你对平定城外悍匪有什么看法？末将在来见大人的路上，我已经进行了侦查。这些歹徒虽是由流民组成，但背后一定有统帅之人。大人请看。好。他们扎营的地点选择在了山顶，山高林密，易守难攻，人数皆是我军的数倍之多，强攻必然损失惨重。末将想既然花校尉早有讣告，那此事就全权交给花校尉处理。不过咱们小声一点，事关重大，小心会成一会儿啊。哎，就这样说定了，时不待我，明日就出征，我帮你搞定好后勤。去吧，少年，啊不，少女。大人，陛下不是命你为督军主帅，这太草率了吧？这个花木兰，按照立下的军功来讲，早就可以当上将军了。不过好像有人不想让他晋升，一直抢他的功劳。我哪懂什么行军打仗啊？我帮你安排好后勤，7日内你平定匪患，我一定向陛下请功。末将定不负大人所托。对了，我还有个想法，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马上见我娘子了，我娘子又好看又漂亮。我这个他是谁？娘子，他是帮我打仗的。又在外面沾花惹草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只喜欢娘子你一个呀。属下前去部署军队，告辞。好，娘子。夫君不去成吗？军令如山，陛下已经下旨了，都怪这个狗皇帝。娘子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不过走之前，你要不要嘿嘿嘿呀？像个坏死了。嘿，为老弟留步。娘子，你回家等会儿吧。魏师兄，我和厉大人商议过了，你还是赶紧收拾行李跑路吧，这根本不是人干的事儿啊！陛下那边，我们来想办法。两位放心吧，我自有数。有数个屁呀！府兵不过800人，那城外的盗贼至少3万人，这背后摆明了有各地藩王撑腰。说心里话，大周这几年被折腾的没有什么气运了。放心吧，我见过花校尉了，是个能人。再说，我又不用上战场。你作为统帅，怎么可能不上战场？我自有我的办法嘛。魏师兄，行军打仗是大事。算了，我们好心相劝，他既然不听，就听天由命吧。魏师兄，你这……好了，别啰嗦了，我娘子还在等着我呢，赶紧回去。娘子，今天 cos 的是天使啊！听说花木兰营中起火，火攻冲天，所有的辎重粮草全部都烧干净了。这算什么？听说这次剿匪军队里连个主帅都没有，我刚看了下，也就200多个人，这点人能干什么？哎，就是，我告诉你，沈皇帝什么都不懂，还打仗呢。来喝酒。你谁呀？起立。我是远远。滚，滚远点。魏通判不在行军途中，领军主帅是一个名叫花木兰的女校尉。如今粮草辎重尽数被毁，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如让我……不必，这是朕给他的考验。魏远，你到底是不是亚夫说的那个人？陛下，陛下，我推断粮草辎重被毁是魏通判的故意为之。什么意思？因辎重营失火，
导致花木兰行军途中不断减员，到达贼寇处时，仅剩200余人。贼寇失众，我军只能撤退，撤到青龙谷处，贼寇却遭遇我军埋伏，最终大败。我军俘获上千余人，因此我推断，这是魏同叛和花校尉拟定的计划。还有别的什么吗？魏同叛不在行军途中，但探子来报，魏同叛前人在荆州府外四处散播流言，就连他本人也跑出去胡说八道了。好啊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有点意思。赏，言封花木兰为正五品下宁远将军，辖3府，辅佐荆州府行事，夷平匪患，厘清道路，务必在7日之内恢复荆州与各地的往来。那魏同叛呢？至于他，可不能让他居功自傲，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。去吧。是。魏师兄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小子，别以为你侥幸活了下来就得意忘形，别忘了，陛下只赏赐了宁远将军，可没赏你。陛下或罚或赏都是恩赐。哎，陆口臭，你当官就是为了讨赏吗？说得好，魏老弟心怀天下，才是我等为官的楷模。哼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来。哎，还差7个呢。算了吧，师弟，想必口臭陆再也不会来找麻烦了。这个蠢货，3000人马占尽天时地利，竟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校尉给收拾了。王爷何必动气啊？来日方朝不过是小胜了一仗而已。荆州城外还有几10万的难民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前有张江陵，现在又冒出个花木兰，这个昏君手底下到底有多少能人啊？这张国父不是已经远渡重洋10几年了吗？哼，远古的秘密，他真以为靠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能治我？眼看就要过冬了，城外还有数以万计的灾民，魏老弟，可有办法？我看不如修运河吧。可是魏师兄，这样的话，灾民似乎还是挨不过这个冬天啊。此言差矣，以工代赈，给参与建设的灾民们发钱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有钱了，要么留在这里生活，要么回到老家。那也只不过是一部分人而已啊。那灾民数量就会越来越少，他们就需要消耗商品，这样一来，环环相扣，利益就滚动起来了。虽然我有点没听懂，但我觉得这样做的话，大周的名声就被盘活了。魏老弟，明日诗词拍卖会筹集赈灾2款，你作为发起人一定要到场啊！主意有了，就差个财神爷了。狗血头，我问你，主线任务到底是什么？嘿嘿嘿，你以后就知道啦。现在开启新的支线任务，诗词大会成功筹款。这都是什么破任务啊？能不能搞点有难度的呀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我们的状元郎啊！我还以为你不会来的。我若不来，怎么看你笑话啊？再说了，这次诗会是名士云集，佳作天成。状元郎，不掂量掂量自己的钱袋子，别被我给比下去。哎，我只是希望今天你别是个笑话。你说什么呢？他可是5大世家之首刘家的少主，岂是你这个寒门庶子能比的？你是老舔狗啊，每天都来这么一出，你烦不烦呢？哎，算了，本少不跟你计较，本少痛定思痛，决心动下100手传世佳作，到时候本少青史留名，谁还记得你这个小小的状元郎呢？好，今日拍卖会就此开始。第1首，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3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好事啊！好事！1000两。哎，1000两。哎呦，
第二首，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哎呦，这好诗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第三首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，不知细叶谁裁出？2月春风似剪刀。哇，太好了吧！好上，1200，我2000，3000两没办法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哎呀，这首诗太好了！我出3000两，我4000， 5000两，我6000，不带这么麻烦的。看好了，这里就是一票100万两。本次的诗词大会所有诗，我刘胖子全包了。本次的诗词大会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有了诸位的诗词相助，我刘某人一定可以破开这无上顽境，一窥这大道啊！我大周啊，真是人才济济。我刘某人啊，作为5大家族之首的嫡子，真是倍感荣幸，与有荣焉呀！在各位人才的带领下，我相信我大周一定可以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好算计啊！合着你搞这么大阵仗，就是为了让这哥们过瘾？怪不得你说财神爷来了。我跟他才不熟呢。再说，他一个沽名钓誉之辈，只要能出名，花多少钱都行。好诗啊，写的太好了。不过能一晚上写出100余首传世佳句，也只有魏师兄你能干得出来了。小弟真是佩服啊！不是，我说，只要能解决流民之灾，这点虚名算得了什么？魏师兄境界之高，实乃无辈楷模。你们俩在这儿瞎嘀咕什么呢？啊？哦，我们在说有超兄这样的名士，实乃大周之福啊！怎么样，状元老，你还有什么佳作，不妨拿出来听听啊？当然有。哎，我的诗比在场所有名士的诗都贵。本来这首诗是要留着发表，不过刘胖子，你要，我可以卖给你。哎，可以啊，你开个价，我不信，我这买手佳片还比不上你的一手呢。一口价10万担粮，好气不小啊你！本公子今天就一掷千金，就是为了看你出招。魏师兄，你还有佳句？当然，这首诗是我在昨晚梦中惊醒，百转千回之时写下，赠给刘少，再合适不过。干什么？哦，对，刘少，那什么，这10万担粮咱们就说定了。说定了，娘的！刘君以相明，表里须相关。背道最上阁，温公立而安。翠面盎乌背，得人胜容颜。论心勿训行，心广体自胖。好诗啊！好诗啊！哎，怎么了，魏师兄？钱都骗到这么着急走？快走，一会儿他发现就麻烦了。哎，心狂体自胖。哎，魏远，你竟然敢骂我！我找着混蛋去！魏远，别跑！魏老弟啊，现在钱和粮都有了，这运河该怎么个修法？历代以来，江南的粮食、丝绸、水果物资都是走海运或者陆运，这样不仅耗费成本，还耗费大量人工。但如果在苏杭和荆州间修条运河的话，这样一来，不仅可以大大节省成本，还可以省去很多时间，甚至是大半以上的时间。魏师兄，这个工程之大，可是要牵扯近乎大半个大州，远超咱们荆州府的职权范围啊！所以咱们要抓紧时间，赶鸭子上架，完成我们工作职责呀！当陛下知道我们能够调动灾民，又能造福百姓，那你我自然……哎呦，那在下提前恭喜各位大人，不日即将高升啊！各位，最近忙于公务，我都冷落我家娘子许久了，那我先……魏老弟家有美妻，真是羡煞旁人呐！快回去吧！啊！宿主加油啊！
只要你能升官成功，我就能出去了。时间快要到了。嘿，娘子，你今天扮演的是丛林仙子？我大周何时才能恢复到盛世光景？陛下不用担心。站住！这蠢娘们不在宫里修仙，跑这儿来干嘛？参见陛下。魏将军，你这是要去往何处？微臣去花将军营中看看，看看有什么需要微臣帮忙的。花将军一早便已经出城剿匪了，魏通判难道不知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不过他还有手下嘛，我去看看他手下排兵布将怎么样了。魏通判可真是恪尽职守，为陛下剿匪，微臣当然要尽心尽力嘛。好了，想来魏爱卿也饿了，随朕一起去涛香楼吃一品全席吧。那怎么能让陛下花钱呀？只不过微臣两袖清风，不然陛下随臣回家吃点儿。这行，走吧。这么不要脸吗？陛下，这是臣为您准备的椰子鸡，尝尝。椰子鸡不是火锅，椰子鸡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陛下，尝尝就知道了。这点汤汁更好吃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还真是粗茶淡饭，你就用这个菜招待陛下？显着你。陛下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盐特别好吃，你赶紧坐下尝尝。等着，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好好教育一番。魏通判，这是何物？鸡肉啊。鸡肉！魏远，你竟然敢给陛下吃贱肉，你该当何罪？怎么了？是这个东西有损陛下形象吗？这是形象的问题吗？你不要转移话题。陛下，再吃晚饭。这个东西贼拉下饭。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哎，陛下，擦擦嘴吧。你说这是擦嘴的？这不是精品丝绸吗？这就是个擦嘴布啊。那你这擦嘴布是从何而来的？从蚕丝中提纯出来的呀。放肆！蚕丝要如何制作衣服？魏远，我看你是想以下犯上啊，是不是？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以充盈国库。什么计策？卖擦嘴，不是卖丝绸。这丝绸成本是多少呀？100文，50匹。什么？大周70%的制造业基本全掌握在5大世家的手上，即便是最差劲的粗布，少说也得100-200文一尺。现在这丝绸不仅精品，还便宜，简直是暴利呀！魏远，你是打算以官方的名义卖丝绸了？陛下，臣这个计谋所谓一石二鸟：第一，可以充盈国库；第二，可以搜刮5大世家的钱财。当然是以私人身份卖，若以官方名义售卖的话，5大家族势必插手；但是若以个人名义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插手了。对。那这丝绸你准备定价几何？10贯一尺。魏远，你认真的吗？这价格谁会买？你当所有人都跟刘超一样是个傻子？这个就叫包装。包装？我们只要让丝绸成为身份的象征，5大世家和那些名士肯定争相购买，哪怕是借钱，他们也会打肿脸充胖子。到时候还怕还有钱回不来吗？钱都进了你魏通判的腰包了吧？微臣不敢，这钱肯定是给陛下的呀。还算你忠心。陛下，这一招就叫温水煮青蛙。
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仅可以搜刮5大世家的财产，甚至还可以打破他们的垄断。好一个温水煮青蛙，妙啊，堪称千古第一阳谋。大胆魏远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啊。有这么好的法子，怎么现在才说？陛下，给你写奏折，可能还没送到，就被5大世家截胡了。进宫我又进不去，就算能进去，我刚一开口，全世界都知道。这样吧，魏远，以后你有任何想法，尽管跟朕说便是。朕跟你保证，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知道这些事情，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威胁到你的生命。朕要收拾河山，重整大周。却为何要故作冷漠？魏远，臣在。朕将丝绸一事全权委托给你，你可有信心？非常有信心，不过需要陛下派一心腹给我。好，言，就由你辅佐他吧。是，遵旨。言，哎，这啥事儿啊？要不把他招进宫吧？啊，陛下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让魏远进宫当太监？击败无暇的丝绸，大声点！不要错过开业大酬宾，不要错过，免费了，免费的！开心的锣鼓，唱出年年的喜庆。冬天的衣服选好了吗？快递到家了吗？你夏天还有衣服穿吗？见过薄如蝉翼的丝绸吗？来，不要998，不要128，免费的丝绸带回家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！开业大酬宾，快来看一看！啊，魏师兄，不行了，不行，可不行了！为什么呀？按理说，这种广告更适合中宝宝体质啊。丝绸这种东西，本身就是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的。可是我们免费的呀！就算是免费，也不敢尝试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走。王爷，怎么样？如何了？丝绸店目前无人问津，你没被发现吧？放心吧，王爷，属下一直穿着夜行服，不会被发现。大白天你穿着夜行服没被发现，你确定？属下藏得很隐蔽的，不会被发现的。走。你这丝绸真的免费吗？看丝绸啊，今天丝绸免费啊！真的，给我看看。你看看我们家品质，如此顺滑，居然是免费！快来，免费的！来，给我来10段。我看看，不是真的吧？今天每人限购1条，而且是免费，但是只有1条啊！一条就1条吧。看起来好像是。请问这位先生，你有孩子吗？啊，对，有的。我们家丝绸可是万柳书院先生的同款，穿上之后就会沾上文曲星的福气啊！真的吗？文曲星啊，童叟无欺了，真的都不要钱？今天全部免费，每人1匹。哎呦，给我来一条！我抢到了！小楼里面那个白天穿夜行衣的大聪明，要不要来1匹啊？你是第一个夸我是大聪明的，我要！王爷，这丝绸店突然爆火了呀！什么？你这脖子上挂的什么？这丝绸信薄如蝉翼。啊？哪来的？小的没忍住，免费的，拿来献给大人。滚！还不找人阻拦？滚！废物！下次再来啊，姑娘，下次再来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状元郎吗？怎么在这儿倒卖丝绸啊？哦，所以呢？你不感到羞耻吗？你要是全买了，送你首诗。真的？收住了。哎，我他喵的今天是来你这找茬的，你知道吧？大周布业7成都是来自我们5大世家的，你卖这玩意儿经过质量检查了吗？啊，谁知道是不是在糊弄百姓？好手感，这质量，光滑无又薄如蝉翼。
简直是造下四海呀！怎么样，心不心动？心动，心动不如行动啊！哎，我们把这全包了，有魄力。哎，不对呀！今天你必须关门。我堂堂正正做生意，凭什么关门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布制品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出自于我们五大世家，我怀疑你不是偷盗来的，就是从他国偷运进来的，必须查封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全国的种植麻都登记在册，皆归我们五大世家。我问你，这原材料从何而来呀？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根本就不是麻制品。不是麻制品，那你原材料是个啥？这是秘密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你今天无非就是两个下场，要么你就把原材料告诉我，要不然你就关门。什么时候五大世家可以凌驾于官府之上了？谁管得了我们五大世家呀？我呢，我居然不知道大周的律法已经排在五大世家之后了。还有王法吗？当然是以大周的律法为主啊。不过先皇在位的时候，跟我们五大世家有过约定，我们五大世家不入朝为官，但是这衣食住行的商业权都是我们的。现在让他一个不敢关门，怎么了？你敢违背陛下？自然不敢。不过陛下总不能违背先皇定下的条例。那请问，当初制定条约的时候，世上可有死款不留？既然没有，谈何违背先皇的旨意啊？够了！难道你要和陛下对着干？还是说你一个少爷要硬刚胜仗？算了，不关门就不关门。我们五大世家不买此布，那些勋贵也不会买，老百姓他也买不起呀。我再给你说个秘密啊，怎么了？我家布啊，可是万柳书院先生都在穿的同款呐。万柳书院，真的吗？穿上去之后，写诗灵感倍增啊！给我偷来两件。哎，今天我们旗开得胜，真是太好了。话说魏师兄，你是怎么认识黄埔管家的呀？揭秘，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后面的事啊你就放心去做，以后啊就交给我们。你们可以找文人雅士啊。这是你们擅长做的事，我呀精神上支持你们。那我们可以硬刚五大世家，还是要和平共处啊。那我们能干什么？精神支持啊！你看我今天不就闪亮登场了吗？完了，魏师兄，第一天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放心，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啊！你们还记得昨天白天穿夜行衣的黑衣人吗？对，怎么了？我是故意把手帕给他的，让他引出刘胖子。以刘胖子在五大世家的影响力，其他年轻人肯定会竞相模仿，年轻人才是购买的主力军啊！今晚你不要进来打扰我。好的，陛下。哦，对了，陛下，我们的丝绸已经遍布全国，而且因为五大世家刚开始虽然族内禁止，后来因为年轻人喜欢，现在已经解禁，还成为一种风向，大大小小的贵族都以穿丝绸为傲。那就加大批量，让魏源把卖得好的款式多生产些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魏源不仅不肯，还说要限量，说这叫物以稀为贵。算了，我等等问问他吧。陛下，等会儿不是要休息吗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刚刚说的下次，你听错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大胆！娘子，你现在怎么隔三差五就模仿父皇帝，而且身材还那么像？有吗？你误会了。那你叫声相公来听听。相公，真乖。我问你啊，为什么不愿意扩大丝绸产量呢？哼，这个就叫
饥饿营销。那一次让他买够了，那他们之后还买什么呢？原来如此。娘子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我只是刚好听说，所以问一下。再说了，谁不知道我家项目的丝绸店这么火呀？那我们进入正题。等等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。你不是刚完事吗？怎么又不舒服了？反正就是不舒服。天哪，我有媳妇儿等于没有啊！现在国土已经充足，足够支撑运河的建设，这个灾情算是过去了。可是国家还是积贫积弱。的确，所以国之根本还是在种农吧，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粮食产量问题啊。那该怎么提升？这个嘛，山人自有妙计，娘子我们……哎，你先告诉我该怎么提升。朕居然让他得逞了，朕居然没有把持住自己。陛下，看什么东西呢？这么入迷啊？没什么。那您这是？我要杀了魏远。你都不劝劝我？陛下每隔几日都说要杀了魏大人，也没见你真杀呀。那个，一会儿下朝的时候，记得提醒我去趟魏府。还是要杀？陛下请坐。不知陛下这次前来有何事要谈？朕来找你确有要事，不过我们可以边吃边聊。哎，不巧，臣刚刚吃过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不介意。我介意啊？啊，不是，那个，陛下刚来，我还没买菜呢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先进入正题。朕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农商之事。这事儿不是晚上我刚和我媳妇商量过的，怎么还用知道？这也太神了！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粮食产量，以确保民生？办法嘛，确实有一个。好，那此事就交于你了。如果办好了，朕就把你提为户部侍郎。哦。要是没有办法，好了，正事说完了，赶紧去准备饭菜吧。王爷，陛下最近好像要重视农耕，他让魏远想了一个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。提高粮食产量啊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简直异想天开呀！你怎么不笑？不好笑吗？魏远现在干嘛呢？魏远他好像有办法，好像在换种图纸。那你在这笑什么呀？去偷啊！可是去去！去哪儿了？夫君，你要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和粮食有什么关系啊？娘子，坐。这个呀，叫水转翻车，可以大大提高灌溉效率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解决丘陵的灌溉问题了。小小一个，怎么运啊？傻娘子，这个只是模型，到时候等比例放大。相公真厉害。更厉害的还在后面。娘子，这个叫水稻，现在北方种的是小麦，到时候灌溉技术成熟了，
我准备在南方把水稻也种上，为南方增加一个粮仓。水稻，夫君真是个绝世奇才。虽然我没听懂，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夫君决定吧。哎，对了，娘子，我们的番薯怎么还没见到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从来没见过。这样吧，我画给你看。好，收拾一下。娘子，这个就是番薯，到时候种好了，第一个给你吃。好，走，我们回去休息。这魏远果然不简单，只是这番薯到底为何物？算了，言儿，你先去张贴皇榜吧。只是这番薯为何物啊？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先张贴便是。遵命。对了，有什么消息就别送到我这儿来了，直接送去魏府吧。还有，找几个工匠把这个水转翻车做出来。嗯。他们在干什么呀？这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女昏君，你什么时候能靠谱一点啊？怎么了？没有你想要的吗？你走路没声啊？你好歹通报一声啊！嗨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不用。谁跟你熟啊？我要的番薯是个农作物，吃的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今天有个人也和你说的一模一样，但是他拿着一个藤蔓一样的东西，说是可以长出番薯。他人呢？被我赶走了，跟个神经病一样。这找回来呀！可是长得不一样呀。好的，我先去，你别着急啊。就这几个东西，应该掀不出什么风浪。你懂个屁！就凭这几个东西，就足以提高生产。一旦提高生产，百姓可以填饱肚子，那民生问题就将解决。如此，我们如何趁乱做事？那先生怎么称呼？在下亚当，这就是大人您要的番薯藤。这番薯藤你从何而来？从我的家乡玛雅。玛雅？你是玛雅人？看着不像啊。这番薯藤你也是从玛雅带来的？我们那里都是以此物为食。那你怎么来这儿的？我们这儿可是隔了一个太平洋啊！太平洋？哦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为何来这儿的？我的国度有先知曾留下无数预言，其中最为神秘、最为令人向往的就是，在西方海岸上充满黄金和香料的神秘古仙国。先知说，这里的人不穿着兽皮，也不住矮小的房屋，这里雕梁画栋，亭台楼阁。这古仙国莫非就是……没错，就是大人。这里与先知地图上画的场景一模一样。那你们是坐船而来的？先知不让我们坐船，不是航海过来的。那你们是怎么来的？徒步。我们一家三代一直往西北走，再越过海峡，然后一路向南，终于到达了这里。在这里不用再担心会被野兽侵袭，平稳安康。What？ 你们是徒步过来的？是的，我们徒步了3代人。3代人，辛苦了，大兄弟。这样，你这番薯藤我高价买了。可以的，我还可以教你们种植技术，只求可以有一个长久的工作。那太好了，那以后你就负责种植。不过我还想问一句，你们那边有那么高级的先知文明，为何还要来这儿？因为爷爷说我们来源于仙界，只是当年土地动荡，我们和仙界之间的海洋越来越大，所以才南回仙界。爷爷告诉过我们，我们的故乡在一个叫现代的地方。现代？你爷爷来自于现代？爷爷当时是这么说的，而且爷爷说了，回到现代的机遇就在古仙国。什么？居然还能回去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那我问你，你知道什么是现代吗？什么是现代？好了，亚当，你先回去吧。请问皇甫大人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什么事儿，不如……
先把事情搞清楚。看来这个世界不简单呢。灰原，娘子，已经3天没让我碰你了，那今天不会还不让我碰你吧？谁说我要拒绝你的？向阳，门口有人找，说是向阳王。襄阳王？襄阳王怎么会深夜来找你？走，咱们去看看。你就是画出水转翻车图纸的人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把图纸献给本王吧。我为啥要给你啊？王爷管你拿个图纸还需要理由吗？你一个小小的官员，王爷找你办点事儿，你不感恩戴德，还敢讨价还价？我确实不感恩戴德，因为我是大周的臣子，并非你的臣子。你是要和本王作对是吧？图纸不给我也可以，但上面的东西你不可以造出来。王爷，不是我要和你作对，是你要为难我呀。从始至终，我都只效忠陛下一人。你个小小的官员，也配和我较劲？让你给我图纸是给你面子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我今天就不给你，能怎么样？大胆，敢和我们王爷叫嚣！乌纱帽还想不想要？我这乌纱帽又不是他给我，真逗。难道你不怕本王明天移平你们魏府？我的岳父可是万柳书院院长，备受尊崇，你可想好了？那又怎样？有什么是本王不敢的？动手！朕在此，我看谁敢！不是，你谁呀？敢自称朕？你威胁朝廷官员，殿下要是怪罪起来，你承受得了吗？小女子倒是有几分姿色。这样，到时候我不动你，你给我做妾，跟着我总比跟着姓魏的小子强。老色鬼！王爷，我劝你最好深思熟虑。王爷，陛下已经赋予我上听天命的任务，如果你动手，陛下会立马派人前来。那又怎样？给老子动手！你怎么，王爷也想要试一试？好，你们来日方长，走。慢走啊，娘子，你什么时候会懂武功啊？你到底是不是我娘子？哎，相公，说什么呢？没事，可能我最近太累了。相公，刚刚吓到我了。娘子，可能是最近提高粮食产量的事儿压力太大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嗯。哎，娘子，你回宫之后有和皇甫岩提过怎么样提高粮食产量的事吗？说了，这东西真跟你说的一样，产量这么高。陛下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是朕，此事机密，回房间聊。放肆！在朕面前居然敢这种姿态！陛下，臣已经放肆多回了，更何况你这个身体还是我娘子的。陛下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从那天晚上开始就这样。所以，我娘子的灵魂在你身体里，并没有在我的身体里，在睡觉。我们大概3天会换一次。那3天前，闭嘴！灵魂互换，古仙国，回到现代的契机，难道这些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一切会不会跟陛下修仙有关系？亚父之前说过，这个世界的仙人是可以魂穿人的灵魂的，而且我们国家之前是出现过仙人的。那陛下，你这修个毛啊，浪费资源！这世上真的有仙术，只不过朕的根骨较为差劲而已。那陛下，你能把教你修仙的师傅带给我认识一下吗？他早已不在大洲了，他乘着小舟到大海的对岸，说是找仙人的部落。玛雅文明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的番薯藤就是玛雅文明带过来的，而且他还说这里就是古仙国，
看来亚父说的是对的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先说襄阳王的事吧。陛下，说话不带说一半的。明天你把那个人带过来。现在5大势力的问题解决了，可是藩王各大势力野心勃勃，你可有什么法子？陛下，臣帮你可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拿着国家的俸禄，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现在又不是上班时间。哎，等等，你如果肯说出来，我就封你为户部尚书。还有仙术。成交。哎，陛下，襄阳王看着年龄挺大了，他有多少个孩子啊？10个。哼，那这个问题就好办了。如果把他的分地分成10份，分给他孩子，怎么样？你疯了吧？一个襄阳王已经够棘手的了，你还要分他的孩子吗？陛下，你想想，这襄阳王还在世，襄阳王要是死了，他10个孩子保证和睦吗？不会争家产吗？如此一来，藩王的问题是解决了，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臣有办法。陛下难道不觉得前几日山匪作乱有问题？我看出来了，那是藩王的手笔，可是没有证据证明。你要干嘛？铺床啊，难不成和陛下睡一起啊？不好吧？哎，陛下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处理事呢。晚安，巴卡巴卡。玛卡巴卡。皇侄女儿，这些年王叔陪着父皇南征北战，落下病根儿，无法行大礼，你可以理解吧？皇叔辛苦啊！陛下叫我前来有何要事啊？襄阳王如此辛苦，昨日朕突然想到，可以让10个皇兄分别继承王府，但是不封为王。皇叔意下如何？陛下此话怎讲？就是将襄阳让10个皇兄分别继承财权与兵权，但是襄阳王还是属于嫡子的。皇叔，你看怎么样？那臣就替臣之子们谢过陛下了。皇叔不用客气，赶紧让皇兄们去各自领地。微臣告退。等襄阳王出了京城，微臣就对他动手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特赐襄阳王10子同时拥有继承权，即日起各自领兵到襄阳封地各地。谢主隆恩。说吧，你幕后主使是谁？你管我背后是谁？18年后，老子又是一条好汉。够嚣张！华将军已经搜出了你和王爷往来的信件，你还不承认？那又如何？难道你还能定襄阳王的罪？所以你承认了襄阳王就是幕后主使，对吧？是，但王爷手握重兵，你敢动他吗？哼，来人，押下去。丞相可都听清楚了，襄阳王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丞相可愿意作为证人？臣自然是愿意。魏远听令，臣在。朕要你带兵夜袭襄阳王府，将襄阳王捉拿归案。是，臣领旨。魏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襄阳王，你煽动灾民暴动，意图造反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拿下！大胆！少州有5万精兵，你敢动我，大周必乱！怎么样？你要是现在收手，我可以给你留1线生机。如若不然，你说，在你的小命和我的5万精兵造反之间，陛下选哪一个？哼，襄阳王，我想你忘记了，你的兵权早被你儿子瓜分完了，你哪还有什么兵权啊？我就是死了，我的儿子也会为我报仇的。陛下今天早上颁布了圣旨，只要不助纣为虐者，一概既往不咎，一切照旧。你的儿子可是响应的很哦。你们好歹毒啊！原来你们一开始给我的孩子们分封就不是赏赐，而是要分散我的力量。不过你们别忘了，大周不止我一个藩王，还有1种藩王虎视眈眈。襄阳王，你记性还真不好。早在1个月前，陛下就颁布，众子皆可颁布政令。大周的藩王已经分崩瓦解。魏远，只要你放我走，来日等我成事，丞相之位给你。
像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是吗？对对对，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就不该把眼光放在我的媳妇儿身上，还要纳我媳妇儿为妾，下地狱那去！啊，等等，魏远，我有机密要和陛下禀报，万国秘密。陛下要是不听，大周必亡，事关先法。什么秘密？那我不能跟你说，我要面见陛下才可以说。哎，等等，你不怕陛下怪罪吗？这可事关重大。那谁知道你是不是编的呢？去。魏远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有机密，我求你了。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了。好，真正给大周带来危险的不是我，还有一个人，叫东风云。谁？我不知道啊。走。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魏远，我真不知道啊。魏远，参见陛下。请起。陛下先坐，亚当一会儿就来了。魏远，多亏了你，朕才能除掉藩王。当时听襄阳王说有神秘人要针对我大周吗？陛下可知道神秘人是谁？当天襄阳王告诉臣的时候，臣还有点不屑。无妨，皇叔就算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不过神秘人是谁，朕确实不知道。你可以从5大世家入手。陛下，尝尝。这确定能吃？这味道不错啊，产量够吗？陛下，只要有他在，这个东西就不会不够。对了，陛下，这就是来自玛雅的亚当。那你们是为何到这儿来的？祖父说这里是他的故乡，他来自这里的未来。那你们那儿有先知，是不是真的？先知说，超越一切限制就可以预知未来。但先知说我们需要依靠圣轮，而在古仙国并不需要。只是没想到我们寻找到古仙国这里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。圣轮？什么是圣轮？我只见过几次。让你回去把它画下来。你们那儿的预言准确吗？先知的预言都十分准确。预言？先知？难道你们真的可以时空穿越？我们并不清楚，但先知说圣轮是可以帮人超越身体极限。超越身体极限？那你们……传闻古仙国有5人为始祖，传承千年，在古仙国绵延不断。5大世家？古仙国所有一切和5人息息相关。如果寻其后人，便可以执掌国之根本。国之根本？我们要预知未来，只能依靠圣轮。而在古仙国没有限制，甚至还能穿梭未来和过去，只是没人知道如何启动阵法。目前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。无妨，你先下去吧。魏远，朕觉得这一切过于巧合。5大世家、藩王，还有朕与你妻子灵魂互换，朕总觉得这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手在推着一切往前走。要是知道我是一时之魂，还不给吓死？陛下，能详细给微臣讲讲5大世家的事吗？5大世家自1000年起便已驻扎在此，历朝历代改朝换代都有他们的手笔。只不过许多年过去了，5大世家渐渐已经有了疲态，目前是刘家更大。这里面还真是盘根错节，步步为营。魏远，除了咱们的丝绸店铺，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除掉5大世家吗？魏远听风。孤峰钦为户部尚书，接手京畿卫，掌管暗查5大世家之事。臣听令。你们谁？你们要干嘛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别急，我不会害你们性命。王、李、崔，怎么罗氏子弟没有在？不回答吗？罗氏早在100年之前就迁入深山，不知所踪了。为什么？说是战乱要避祸。哈哈，你们敢信吗？5大世家竟然要避战祸？听说先祖们一开始也是不信的，只是卢家真的一夜之间凭空消失，连旁系弟子也不见了，所以才不得不信。为何无人知晓？当时战火纷飞，哪有人闲下管？后来天下太平，为了5大世家名声，剩余的4大家族就瞒了下来。你们倒是听话，为什么打审？像是提前预谋好的一样。
你既然把我们绑来，肯定得知我们的身份，并且不惧怕我们，那我们何必又苦苦挣扎？反正无论如何你也动不了我们5大世家。还挺自信。来人，将他们分别关押，再准备纸墨，让他们分别写出对方家族的密文，写的最少的杀。是。不是说不伤性命吗？无知之徒，放了我！小子，还治不了你吗？大人，怎么样？说了吗？没有。他们虽然害怕，但不为所动。去，将其中一个人带过来。是。回去。我是不可能说谎。你要是动我，怕是你也无法在世间存活。清河崔氏说：“你家放印子钱，族长开设赌场。15年前庐陵之战，损失了15万军费。后来灾祸四起，你们卢家开始卖军粮。你说这2件事联系在一起，若陛下知道了，陛下会怎么做？谁告诉你的？这谁写的？是王家还是李家？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写的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你们杀了我，就不怕5大世家吗？果然，关于刘家秘辛最多。这5大世家，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和谐。多谢主人相救。现在3系的重要弟子已经被魏远掳走，也被魏远逼出内幕，一切都在按我们的计划进行。很好，向阳王这个废物坏了我所有计划。还好有魏远这个自作聪明的蠢货，现在5大世家应该和女帝对上了。庶子狂妄，主人不用放在心上。现在襄阳王府已经被查抄，我们住在这里会不会有危险？你懂什么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主人说的是。陛下，臣有一事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刘族长何出此言？近日5大世家当中，王、李、崔3世嫡系子弟纷纷都被抓，线索全部指向京畿卫。3姓现在都怀疑。怀疑什么？但说无妨。怀疑陛下和微臣合谋算计其他3姓，请陛下允许臣查处京畿卫，不然臣愿以死自证清白。大胆！陛下，臣冒犯天庭，但为了家族清白，臣愿意一死。算了，你先起来吧，把话说清楚。臣多谢陛下。那臣现在就去查京畿卫。你先别着急，现在我们如何查处？调集人马难道不需要时间吗？啊，陛下，臣已调好兵马，京畿卫已被团团围住。大胆！谁让你私自调兵的？陛下，臣也没有办法呀。3家族长紧紧相逼，还有族中一些年轻气盛的晚辈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那如果朕不允呢？如果陛下不允，整个5大世家因此不平，做出一些难以预料之事，届时恐怕伤及大周的根本呢。开门！陈老子开门！开门的！他们怎么还这么急？开门的！如果不去看他，他应该以为我不在家吧？如果是刘家人的话，可能会转移。这里是陛下的地方，他们是5大世家之首。你这是在威胁朕？怎么，你们刘家是要造反是吗？臣不敢，只是当初5大世家先皇举旗，也是为了共享天下太平。过后5大世家退出朝堂，也是为了黎民百姓。可是陛下现在这样，真是寒了5大世家士族之心。你们刘家这是要以攻欺敌？臣也是为了刘家千年传承，百年清誉，臣必须如此。那若是里面没有3姓子弟，你该当何罪？臣自会道歉。道歉？你目无王法，私自调兵顶撞天子，这条条状状哪一件不是你株连9族的大罪？如果你就此退去，朕还能当做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就是臣愿意，族里的人不愿意，还请陛下恕罪。魏远，魏远，这么
就不开门，看电视做贼心虚，竟然敢绑架5大世家的人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没有证据，请不要血口喷人。你带兵闯进京畿卫，借机造反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来找人的，人找到没有？并没有找到5大世家。大胆，人竟敢擅闯京畿府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哎，干什么你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5大世家之首刘家的嫡子，不敢动我，你小心5大世家的报复！但是在这里，皇权高于一切。你们给我站着，我还会回来的！启禀陛下，刘家无故派人带兵闯入京畿卫，为首的2人已经被压下。那京畿卫还有其他的什么人吗？没有，只有掌管京畿卫的魏大人和几个京畿卫士兵。没有3姓的子弟。魏大人迫于无奈，让刘家进去搜索，但并未有3姓子弟的痕迹。魏大人劝谏时，刘家公子还口出狂言，简直目无王法。大胆！刘氏族长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错了，求陛下让刘家一条生路。刘族长，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既然敢做，就要敢当。只要陛下愿意放了犬子和管家，刘家愿意交出商业管理权，一切交给陛下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先下去，一切和魏远对接即可。是。陛下，为何不一举拿下刘家？现在硬碰硬，基本没有什么胜算。我们还是再等等。是。人放回去了吗？放回去了，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全部放回去了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不然就出大事了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无妨。你有与你的妻子说过此事吗？臣不敢，臣怕吓着她。陛下，这是臣搜到的5大家族的罪证。臣还听闻一桩秘辛，说5大世家的卢家早已消失不见了。难怪有些日子都没有出现过，原来是有这层缘由在。陛下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能否撼动5大家族5大世家根深蒂固，想要一根拔除，恐怕有些难。郎君真有办法。陛下，你不要吓我。臣与佳期伉俪情深，臣没有想过再娶别人啊。若是朕不介意呢？你可以带他一起进宫，到时候你就是朕的皇夫，国家大事都由你掌控。臣不敢。你是不敢还是不想？那你说，你对朕从没有过想法，你为何不敢开？我看。言，怎么了，陛下？言，我是不是真的令人不喜欢，令人生厌呢？陛下，怎么会这么说呢？陛下是天下人的陛下，不该如此的。万民还指望着陛下呢，怎么会不喜欢陛下呢？朕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你的陛下？罢了，你先下去吧。等等你一道圣旨，魏远研究出来水车，使粮食产量大涨，功德无量，功在千秋，将他提升为丞相，统领百官。遵旨。废，居然没有动这手，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大计？那我们下一步计划该怎么办？既然他们双方都不愿意正面起争，那就由我来做这件事。下个几个配合，把刘超绑，我相信不放过他。刘家家主到，魏源小儿还不赶紧来见？哟，不知2位来我府上做何事啊？大胆！见到刘家家主还不行礼？我们老爷乃是当朝丞相，不知道刘家家主。你，魏丞相，不要前来是刘某人失礼，但是魏丞相处处与我刘家作对，还绑了犬子，不知道我刘家哪里得罪魏丞相了？我什么时候绑走刘胖子？没有证据的话，不要妄不造责。我府上管家亲眼看到你府中下人枉走我儿，我没有亲自带兵前来，已经给丞相面子。丞相不要给脸不要脸，若我儿有事，别说是你，就是颠覆整个大周，我们也不是做不到的。
颠覆整个大周，你把陛下放在眼里了吗？难道现在我们刘家可以这样被人欺负了吗？刘公子消失，我们都可以出力寻找，但是你没有证据就冤枉丞相大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？给你们1天时间，若是犬子没有回来，就撩表不客气。属下失礼。你说会不会是其他人假扮魏府的人把超儿抓走？属下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这魏远看着不像在骗人呀。可是家主，咱们不能拿少主的命去赌啊！少主可是顾氏的主母最喜爱的。儿，这超儿要出了什么事，我可怎么向婉儿交代？不行，你快马加鞭去联系和我们要好的世家，让他们起兵。不用担心，粮草兵力由我们来提供。我现在要马上联系其他世家。我说你小子爬得够快啊！这才多久就已经是丞相了，升官这么……陛下，行了，此时就不必多礼了。陛下，天下士族都归5大世家管，那天下寒门呢？这天下寒门皆出自五柳书院，近些年来朝廷更是有意扶持，为的就是不让5大世家接管朝政。难不成5大世家还能造反不成？5大世家改朝换代，那就是家常便饭，更别说造反。那现在应该如何是好？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切断5大世家和外面联系。如果他们勾结藩王，那局面难以掌控。第二，找到刘胖子，刘胖子才是关键。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？要不我发动寒门势力，先找到刘胖子再说。臣也一起去寻找。魏远，现在朕应该怎么办？陛下请放心，有臣在，一定保你不要。少爷，我本来是不忍心动你的，但没有办法，我必须这么做。本来我打算灭掉刘家之后，可以让我衣食无忧过一辈子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一切都不太合适。我的少爷，少爷，你要说话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究竟为什么？你是我从小带到大的，你可知道我姓什么？你不是姓鲁吗？我本姓卢，5大世家之一的。我这不是早已消失了吗？天大的笑话！一个大家族怎么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？少爷，你可知道我们5大世家的由来？我们5大世家本来就是为了守护龙脉而生，是先人的使者，只有我们5大世家可以打开法阵，开启时空之门，登临仙途。先人的使者。我父亲在战乱时偶然打开时空之门，他在那里看到仙境，他说人可以在天上飞，出门都不用走，所以我父亲想带着5大世家走向仙境。5大世家的人都说我们在痴人说梦，一起针对我们卢家，导致我们只能远走深山，最终落下一个全族被灭的下场。谢谢我们卢家，本来我们卢家才是第1大世家，不就是献祭时需要5大世家嫡系献祭，多生几个孩子不就好了？却死活不同意，真是可笑！放了，我们全都放了，你太可怕了！老卢家，少爷不要害怕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我会让你第1个献祭。对，这是权势滔天，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，你还想要什么？长生、族人，只要我穿越时空回到过去，就能救回我的族人，然后带领他们走向长生。长生？怎么可能？到底在说什么？算了，说了你。反正这天下就要大乱，我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。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，你竟然想让他大乱，你居心何在？本来天下大乱就是开启法阵的根本。只要我回到过去，我就能创造一个太平的天下，一个属于卢家的世界。我还需要向各地藩王去传令，
果真到那个地步上，我会到你坟前去上香的。喂，你个疯婆子，去死吧你！哎，人呢？救我呀！怎么办？到处都没有刘胖子的下落。荆州府对外的消息源，京畿卫已经全部拦截住了，只是我不知道还能拦多久。毕竟5大世家手眼通天，手眼通天，简直愚蠢至极，被别人当猴耍。你说这幕后之人到底要干什么？要天下大乱！天下大乱？为何要这么说呢？他们如果是想要天下的话，势必会联合5大世家。可是他的做法是让女帝和5大世家对立。如果女帝和5大世家对立，你想想，这天下会不会大乱？魏大人，亚当，我问你，100年前圣伦可有异动？你祖父又为何突然动了心思前往大周？祖父说了，这里是他的家乡。所以你们走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家乡？是。就为了寻找家乡，你们走了几10年？是这样，大人。那我问你，几10年前你还未出生，为何对玛雅如此了解？那地瓜藤又为何如此新鲜？来人，拿下！魏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说还是不说？亚当早已说明身份，魏大人不信我也没办法。魏远，杀了我你会后悔的。魏远，你不能随便杀人。等，别说，我并非是徒步而来，而是穿过圣伦，来到古仙国。然后呢？一次性说完。我是玛雅的先知，在100多年前发现圣伦有异样，在圣伦之中看见了古仙国的存在，因此100多年前。你现在几岁？今年200多岁。200多。那里一般圣伦在200到300岁，他们分区。而且我也是来到此地才发现，我所在的玛雅并非现在的玛雅，而是1000年前的玛雅。就是说，圣伦有穿越时空、交换灵魂的。是的，而且圣伦穿越与古仙国阵法息息相关。100多年前，卢家也是100多年前消失的，这两者有什么关系？而且，你何时凭借圣伦来到大周的？又降临到大周的什么地方？说！如若不说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我是在大周的皇宫附近降临，那时正好是灾民入城之时，当时现场逃出了皇宫。这不是陛下和我娘子灵魂互换的时候？你再与我说说圣伦的细节。一般圣伦有选定的先知，在圣伦前念动咒语，转动灵魂，灵魂出窍穿越时空去进入当时想着，会不会穿越的秘诀不在咒语，而在转动的灵魂？我转动灵魂时，发出奇异的声音。我招收了。所以你们研究了100多年，才发现你们穿越是因为那个轮子。是啊，怪不得你们活了200-300岁，全活了那个骗你们也是够损的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仙人，这个方法是仙人告诉我们的。多远？不好了，烟不见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用着急，严是被我派出去执行任务了。执行什么任务？这个你先不用知道。不过我刚刚知道你们灵魂互换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这个人是玛雅的先知，他可以解决你灵魂互换的问题。那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解决问题？等下一个月圆之夜，我可以帮你。行吧，那就先这样。喝茶。
你们到底是谁？我们将是世界的主宰！皇甫大人，说下来迟了。胖子，胖子，魏远，你在干嘛？这什么地方？你看看周围，是谁救了你啊？我的管家呢？你快去阻止他，他想要天天打乱我。这个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不过你爹诬陷我绑架了你，这个事儿怎么算呀？我们5大世家已经交出了这个商业权，对大周不构成什么威胁了么？这样吧，把你爹的财产给我一半，我上交国库，怎么样啊？行吧，那你得放我走。你放我走之后，我和爹就回祖地了，再也不回京城了。可以，走啊！走了。没想到还能顺便把5大世家的事解决，现在就只剩下这个蒙面人了。我想我已经知道神秘人是谁，你知道？很有可能那个神秘人就是卢家的人。可是卢家不是说已经归于神山了？那就去问问就知道了。说，你是不是卢家的人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哼，你要是说实话，我可以找你去死。闭嘴！都如此境况了，你还敢如此？你们以为是我们上了你们的圈套？异世之人，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啊？你说什么？真的以为你可以掌握所有的？你们一直在一起？当然，等到你真不如异世之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曾经我父亲开启法阵失败，我就开始遍寻古迹，直到到达玛雅，我才知道我们缺少的是异世之人的灵魂，只有你的灵魂才可以直到仙境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？谁叫你这么单纯？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简直就是个250。人和人之间还不能有点信任？哎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的灵和沾染你灵体的地心，和5大世家的鲜血献祭，这样我就可以打开时空之门，回到过去。这么复杂？小，不复杂，我等你解释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异世之人啊？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是玛雅的先知，差别在于，并非是我发现圣人的秘密，而是先知告诉我。我为什么会被你们算计啊？从你一来，就在我的计划之中。你们目的到底是什么呀？我都这样了，告诉我实话呗。我想要穿越时空，救回我的族人，然后带领他们登临献祭之后，你的灵魂并不会死，不过回归原位而已。回到现代？当然，死的就他们。媳妇来交换，你是如何做到让他们灵魂互换的？可有解法？算了，死到临头了，我还是勉为其难的告诉你，只有在月圆之夜喝下5大世家之血就可以解5大世家的血是仙丹啊！本来我们就是仙人后裔，现在我只要等月亮出来，我就可以开启阵法。今晚是月圆之夜？对啊。你就这么自信？不怕我留后手吗？哼，你能有什么后手？进来。你可想清楚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最后的机会。大乱之时，地心引起月圆之夜5大世家之血，就一样都不行。你可想清楚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回到你的世界，这里终将是一场梦。难道你就不想念你的亲朋好友吗？丞相，虽然属下不知为何发生此事，但求丞相保持本心。把他们压下去。等等，再犹豫你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已经开始造反了。你的书信已经被我拦截，没有机会的是你。
现在大周太平的很，带下去。走。魏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事吧？陛下，我们安全。以后你和我媳妇儿的灵魂再也不能互换。魏远，已经很久没有人像你一样附在我身前了。保护陛下是微臣的职责。难道只是职责吗？陛下，臣已经有了妻子。我可以将她一起接入宫中。这也太好了！禀告皇父，目前蜀地已经收复，叛军被我们打得节节败退，中山王已经自缢。好，给各藩王发去宣藩书，若同意的继续保留军队，若不同意，派兵前往。还有一事，如今运河已然大成，加上江南粮食丰收，各地灾民已然返乡。很好，你若无事，就先退下来。是。这处理政务还是得皇夫啊。就你嘴皮，每天就知道挑逗。魏远，其实说实话，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肩上的担子轻了很多。你放心，以后不管风雨，我都会陪着。那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怎么不是时候？这里坐。以后有你们在的地方，这是我的家。罗系统，葛系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主线任务到底是什么呀？司主，你的主线任务已经完成了呀。你是说？不错，当年我远渡重洋，寻找远古的秘密，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周江山国泰民安。而你的主线任务就是守护大周的江山。远渡重洋，守护江山？你是张江陵？不错，正是老朽。那你不应该100多岁了吗？当年我远渡重洋，寻找圣人的奥秘，却不想和一个少女互换了灵魂，还进入到了异世之人的异世空间。可能是我守护大周的执念过深，我发现只要你做出对大周有利的事情，我便能更接近自由之身。哦，原来你让我不断升官，是为了大周好。不错，当我发现你全心全意守护大周时，我便从你的异世空间逃出来了。那既然这样，就留下来生活呀。李队看到你一定会很开心。如今的大周已经一片欣欣向荣，慧远，你干得很好。现在我们就要把大周江山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我已将我的一生贡献给了大周，如今的大周已经走向了正轨，我也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司主，请你守护好大周。一定。